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颗水根兰花的开花状况，以及我对它的一个水位，还有各相关的这个养护技巧的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这一颗兰花，它的名字叫做 Golden Leopard，英文叫做 Golden Leopard， 是我当时在纽约的时候购买的。那个时候它的花苞带回家的时候呢，相当的敏感，有几颗花苞就有掉蕾的状况。那其实一般掉蕾，其实兰友问我说，到底怎么样会造成掉蕾，然后花苞就是凋谢不开？其实很多原因，但是主要就是温度上的变化、环境上的变化、湿度的变化都有可能。那当时买回家，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有5、6个、7个花苞，然后掉了4、5个，最后好像就是开个1朵还2朵。上一个影片介绍这个抽花梗时候的影片呢，我记得我有 po 一张他当时的照片。那个时候的照片跟现在开花的照片比起来，我感觉现在开花的照片，这个花开起来比较漂亮，颜色也比较好。我想应该跟就是我对它的养护上面，他喜欢有相关的原因。那张之前拍的照片，就是从店里面买回来那个花的颜色没有现在这个的好看。好，那中文的话，leopard 其实就是花苞嘛。那你看它上面的这个斑点，所以它就是叫做金花苞。我听过有人叫它金钱豹，但反正就是它的名字就跟它花上面的这个斑点有关系。好，那它的这个水位呢，基本上我就是控制在大概1/3左右，但是不是每一次我都是加水加到1/3。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根啊，其实基本上都是已经非常适应水的水根哦，它的根系是都直接长在水里面的。你看到这边有一条根，它其实已经死掉了，但是我没有把它剪掉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造成我水的一个混浊然后你看这边，它又有一个新的根从原来的水根又再长出来。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会用那一个高度来做标准，就是至少我每次水都一定要淹过那个新的水根。原因是因为我要让那个水继续的能够适应水。我刚刚这边手指头指的这边啊，也是一样，那一段啊，也是这条根系已经长到水里面之后，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又再长了一个新的部分出来哦。那所以我就会用那个来当做是水高低的一个最基本一定要盖过那些水根，这样让它能够继续的非常适应水的情况之下，继续的长，然后继续的吸收水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颗花它的一个盛开的影片。这个兰花其实它最先给我的是6个花苞，等一下你会在影片的这个部分会看到，其实它最尾端的一个花苞也是就没有完全的长好，然后就干掉了所以总共呢这颗花今年给我开了5朵花其实我是感觉相当的不错那我们现在我刚刚讲过，它这一次开花的颜色比上一次开花的颜色好很多那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本身适应了我现在居住的环境，然后对我给它的养护上面呢，应该是相当的喜欢，否则的话它不会开花。那开的花呢，可能就是即便抽花梗，有时候兰花它抽花梗是出自于它自己的一个本能，但是因为如果没有对环境就是没有适应的很好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开个1朵2朵。因为我以前曾经在还不会养兰的时候呢，它兰花我放在那边我不理它，它还是会开花，可是就会开那种1朵2朵的。
所以呢，一旦开了4、5朵这样的一个数量啊，甚至6朵到8朵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都算是这兰花是照顾的是不错的情况之下。好，那现在我想要回答一个兰友问我的问题哦。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之前就讨论过了，但是呢，我还是要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一下，就是说我水耕兰花我要怎么样施肥？然后施肥之后呢，我是不是要把这些水重新倒掉，再换清水？我施肥我一样是用建议浓度的1/4。那我泡的时候呢？有2种方式，我可以把水位一直加到最高，就是兰花根部尖尖的硬硬的那块的地方，柄的部分，让它泡个15分钟到20分钟。然后呢，我把水倒掉之后呢，就剩下大概1/3或是少于1/3，然后就一直放着。原因是因为我是1/4强度，所以我不怕它就是根系会产生灼伤。但如果你用的强度比较强的话，我就会建议你要用清水，全部倒掉之后再加清水进去。我个人是不这样做，因为我其实还有点懒。再来就是啊，其实你兰花上面的这种根系啊，兰花它其实不爱被打扰，所以其实尽可能的时候呢，你就是不要一直去动它，所以不要一直常常换水啊，然后这样倒来倒去。除非是说水呈现浑浊的状态，或者是说根系出现问题，你才需要说把水全部倒掉，然后让它干个1、2天这样的一个操作。否则的话，其实你就是要尽量的减少你对这颗兰花的打扰，除非就是说你在换水的时候必须要对它做移动啊，对它做倾倒的一个这样的动作。希望这样对你们的问题上面有一点有回答到你们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它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一起与我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接下来影片的部分呢，就是许多这颗兰花一直从抽花梗、长花苞到开花的一个照片记录，希望你会喜欢。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